拥有灵异体质的因多郎，在害得青梅竹马和自己一起遭到诅咒后，遇到了超强灵能力的小学生夜宵，抱着想让勇子哥一起解开诅咒的决心，一行人踏上了没有回头路的灵异之旅，找到最强灵体破开诅咒，同时寻找夜宵那被最强鬼怪空王带走的母亲。今天他们要挑战的是有和服女传闻的东京灵都旧隧道，这次的等级依然是 S 级。不过在那之前，他们得先将前2天在瀑布那儿找到的这物手臂找地方藏匿起来。忽然掏出这么个东西，给两人吓了一大跳。勇子决定在下次出门返程的路上寻找有没有能够藏匿的地方。一想到在遗迹处发生的事，因多郎仍然觉得有些起鸡皮疙瘩。勇子就觉得他应该玩得很高兴吧，要是以前他只会想着逃跑，而现在却决定涉入其中了，这也说明他也被恐怖给深深的吸引。因为恐怖所带来的悸动甚至凌驾于爱情之上，从危机中解除的劫后余生也会产生浪潮般的快感。上一次听到勇子说出这样的话，因多郎还会反驳，然而这一次他连嘴都张不开，他无法挣脱勇子给自己套上的无形枷锁。与此同时，昨晚上发生变故的瀑布旁出现了个神秘人，他们是来寻找那个咒物的，那玩意儿对他们来说相当重要。于是坐在轮椅上的僧侣便派那个年轻人赶紧去找回来，这是为了让他们所释放的御灵成为最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那位所谓的御灵正是带走了夜宵母亲的空王。到了下午时分，他们准备好了装备，便驱车前往了目的地。途中夜宵提出想绕到这个地方再去回收一位毕业生，大法师在左那一战灵力大减，所以他们需要拓展战力，顺便再找个家伙去压制大法师。他们需要去的地方是灵力涌现最强烈的地点，名为龙脉的利川断层上方。接下来要收复的毕业生不是恶灵，但非常的危险。他是曾经参加南方战斗的旧日本军人的魂，据说他生前就有近乎不死之身的惊人恢复力，死后特性依然存在。最需要注意的是，他杀害的上百名敌军士兵的魂魄，直到现在仍在纠缠他，对他释放怨念。在这样的情况下，敌军的灵不断的啃食他，但因恢复力太强，不论怎么样破坏诅咒，他仍会复活。即便耗光能量，他也无法成佛，只能残留于世。因此夜宵也让他成佛为条件，约好了在那之前都要协助自己，所以关系还不赖。但事事有例外，那些缠着他的灵怨念大肆泄露，而且无法控制，因此在此之前他们必须要挂一瓶水在身上，这样那些灵才不会暴走。不过再怎么看，他们也是士兵，千万不能小看他们的杀意。走进芦苇荡深处，他们看到了一个被蒙住脑袋、浑身满是咬痕的人体模型。模型脚下的电视没有电源，就忽然开始闪动起来，紧接着周围便钻出大部敌军的鬼魂。毕业生利用光线照出的影子让这些鬼魂现形，这也是对方给他们的警告。毫无防备的因多郎被鬼魂上了身，只觉得浑身发热，口渴非常。紧接着眼前便是战争的画面，在夜宵的呼唤下才终于清醒过来，但紧随而来的就是鬼魂的啃食。如果不是有替身人偶，恐怕他的肚子已经被咬出了一个大洞。人偶已经破碎，但源源不断的鬼魂仍在向他们靠近。勇子发现那些鬼都在朝银多郎走去以后，决定趁机加强毕业生的封印来帮助他们。毕业生的人偶模型是套起来的脑袋，他将水扔过去，吸引了鬼魂的注意以后，快步朝夜宵他们跑来。银多郎拿起发丝组的封印，将它给照了进去，瞬间周围的鬼魂全都烟消云散了。这回收之旅还真不是盖的，但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则是更加恐怖的地方。银多郎的心情相当沉重，勇子下车买水的时候途经玻璃门，猛然发现自己的影子竟然变成了那些士兵的样子，再看才发觉是他看错了。无论怎样，恐惧刺激着他的大脑，让他感到非常的兴奋。来到目的地以后，呈现在三人面前的是3条隧道，仅就2条，外加一条被封锁的最早隧道。其中气息最重的是旧隧道，和因多郎在遗迹感受到的压迫感完全不同。这个地方并非灵力地点，只进不出，他们的目的就是来捕捉潜藏在内实力与毕业生实力相当的灵体。有备无患，勇子决定先调查关于隧道的传说，手机就不小心落在了地上。因多郎弯腰去捡，直接被坐下的人偶吓了一大跳。这是之前他们在 S 隧道捕捉的那名女鬼，因为她有逃跑的习性，所以躲过了被大法师吞噬的命运，正好能够派上作用。他将小熊扔给了勇子，因多郎则是拿着外星人和那根遗迹的灵给他们的白丝带，可谓是装备齐全。毕竟他们仨里面韭菜是最容易受到袭击的。万事俱备，
三人朝着隧道出发。路上，勇子告诉他们自己调查了关于隧道的历史。这里之所以会成为传说中的留遗地点，是因为隧道附近的茶屋曾发生过一家遭到强盗以斧头砍杀的案件，那些灵可能就是受害者。撞鬼事件有怪声啊、呻吟以及不存在的反光镜等等。刚说完，勇子就看到了入道口的反光镜。在他眼中，这块反光镜是完好无损的。要验证这个传说非常简单，只要拿以前的照片对比一下就好。但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根本没网。此时叶小静察觉到不对劲儿，让两人赶紧进入隧道。虽然不知道跟随他们进入隧道的人到底是谁，但真正的勇子被留在了隧道口外。迎面还走来一个戴着棒球帽的少女，她是来这里进行探险的直播的主播，名叫安奈。她没有想到今天晚上这隧道里这么热闹。她前脚刚和别人擦肩而过，后脚又遇到了人。她走到一半就被吓到折返了。现在有了勇子的陪伴，两人打算一起往深处探索。两个灵异爱好者一拍即合，相处得十分愉快。期间，小安告诉他，这个隧道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传闻，名为猎奇杀人鬼幽灵。这是他从朋友那里听说的，有人在隧道被怪物到处追杀，最后惨遭分尸。正说着呢，他们俩就已经穿过了隧道，没想到这么快就已经走到出口了。一路上都没有遇到银多郎，他们决定继续往出口外走，追上去。结果刚踏出隧道，他们又回到了一开始的入口处。经过反复实验，他们发现只要在隧道口就会遇到鬼打墙。勇子走出去后，从小安口中得知，他看到自己已经走出去了，但在勇子的眼中，他们仍然在隧道内，也就是说，他们被困在了这里。这时候，他们发现地面上有两个像是胰脏似的东西，他们赶紧安慰对方不要害怕。为了缓解情绪，小安继续讲起了刚才的传说。刚才所说的杀人鬼，据说是一个会挥舞大斧，在后面追人，连人带骨一起砍的超危险家伙。要是遇到对方，简直不得了。两个女孩又到路口，发现刚才看到的胰脏似乎又增加了。小安吓得抱住勇子的手臂，告诉他，那个杀人鬼会将猎物的腿砍断，防止逃跑，接着再砍掉其四肢，除了维持生命必要的内脏，都会被他给扯出来，整齐的排列在地上。直到这个时候，勇子才发现身边的小安不是人，而是那个被杀人鬼杀死的无辜女孩。他眼睁睁看着杀人鬼剥下了自己的面皮，戴在他的脸上，接着一斧头劈向自己。勇子猛地回头，才发现艾依已经变成了死尸的样子，躺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现在跌坐在地，痛觉让他反应过来自己已经走出了隧道，但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道被铁门封住的死路。身后的小安还在滔滔不绝地说，他不能接受只有一个人痛苦，所以要让勇子和他一起感受不幸。只听咚的一声，面前的大铁门被打开，那个传说中的杀人鬼出现在了眼前。慌不择路的他再次跑进了隧道，显然他已经被小安给诅咒了，永远无法逃脱这个地方。小安将勇子固定在原地，杀人鬼高举着斧头劈了下来。说回银段郎这边，他们越往里走，越能察觉到气息变得浓烈。叶晓提醒银段郎，让他好好去感受气息的来源。银段郎这才发现身后那个东西不是勇子，从刚才进入隧道前，叶晓就已经发现了。银朵囊拿来当勇子的那家伙，一直都是被剥了皮的小安，因为勇子已经被神隐了。他选择继续进来，是为了将对方引导到狭窄的地方来对付，避免逃跑，还能问出关于勇子的线索。刚说完这话，他们就看到玩偶的腿断掉了。现场两人都没事，那肯定是小安出事了。银朵囊告诉叶宵，上头传来了令人心惊的寒气，就像是被封盖住的某样东西泄露出来了一样。真正危险的地方不是这里，而是最早的隧道。在小安扑过来的瞬间，银多郎又一次看到了小安的记忆，再想将勇子留下，同归于尽，怨念这么深。叶小拿出纸人，将他收服在其中作为引路鬼。同时被砍掉腿的还有小熊。隧道女鬼从里面钻出来，被砍掉双腿的她怒不可遏，对着杀人鬼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用头发将他拽到了漩涡之中。但毕竟对方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伴随着一声惨叫，隧道女鬼的脑袋也被斩下来，戴在了杀人鬼的脸上。下一个就轮到勇子了，他被鬼拖着来到了黑暗深处。杀人鬼挑衅似的朝赶来的叶宵他们勾了勾手指。叶宵此时颅内风暴，既然这个杀人鬼带着隧道女鬼的脸，也就是说那个级别的鬼对他来讲和一般人差不多，那么他的危险程度将会非常高。进入隧道前，叶宵和银多郎就行动优先顺序和禁止事项，首要目标是救出勇子，其次是因为老是隧道随时有坍塌的危险，尽量不能太粗暴。
若要与里面的鬼交战，一定要到空旷的地方去，只要能将他引出来，就肯定能干掉他。隧道内部一片漆黑，下面被水给淹了。印度狼下脚前还有点犹豫，忽然发现手中人偶的眼窝被戳了下去，那杀人鬼正在玩弄印度狼的眼球。他尖叫一声，朝着内部跑去，忽然发现里面有一个被肠子当作绳索拴住的女鬼，她的眼球被挖了出来，正在到处寻找，似乎是为了杀鸡儆猴。杀人鬼将那女鬼扯过去后进行了一番折磨，死活地告诉两人，接下来他们将玩一场鬼抓人的游戏，要是他们两个人被抓到了，也会和这个女鬼是相同下场。叶宵决定佯装攻击，他们要做的最坏的打算是勇子可能已经没有办法自己行动了，所以需要银多郎去背着他。往里面跑时，银多郎听到了有人在呼唤自己的名字，他仔细一看才发现勇子的嘴被封住了，那么叫自己名字的是，他一抬头就看到了让他吓到魂飞魄散的一幕。狭窄的隧道墙壁上密密麻麻挂满了许多张人皮面具，他们都在张嘴叫着银多郎的名字。银多郎失神的一瞬间，那杀人鬼就已经一刀下来斩断了他的半边身子，要不是替身人偶，银多郎恐怕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回。银多郎背起他，将人偶和手电筒交给了勇子，他们该怎么在没有人偶的情况下绕过那个鬼离开呢？杀人鬼的速度快到离奇，他似乎很享受这场鬼抓人的游戏。银多郎一刻不停地往前狂奔，没想到到了门口被刚才的女鬼给抱住了，勇子一把盐就洒在了他脸上。银多郎他们终于逃出了隧道，但叶宵却被抓了进去。勇子及时将那孩子扔给了叶宵，他钻出来对着杀人鬼就是一口，叶宵这才得以逃出来。这下到了宽阔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主场了，这里已经满足释放毕业生的条件了。大法师的延迟攻击对这家伙没效，最适合这里的就是刚才那个毕业生。小柴犬被抛在空中的一刹那，双眼便喷涌出了鲜血，浇灌到大地上的血液立刻在地面上睁开了眼。鬼君曹降临于世，他与叶宵的缘分都得从半年前说起。他的偶然间遇见了对方，问过之后才得知他幸存下来后回国，最后尽享天年。可不知何时死去的他又恢复成暂时的样貌，而附着在他身上的敌军灵体可是吞噬父亲墓地的魂魄，无法成佛，并且被波及的其他灵让他痛苦不堪。因此他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被杀掉。不死之身取得宛如鬼神的战功，都被囚禁的不断重演殉国命运的军曹，因此他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殉国禁欲鬼军曹。杀人鬼哪能忍，这家伙长得比自己帅那么多，直接上来就是一刀，就被对方的武士刀给挡下了。大地上的眼珠转动红线，像血管一样牵扯着他的手，以极快的速度做出了反应，接连攻击吃瘪，脸皮还被扒了下来。杀人鬼咬牙切齿地瞪着鬼君曹，不落下风的鬼君曹挑衅，有本事就来撕下自己的面皮。三人注意到站在不远处的杀人鬼像气球瞬间瘪了下来。叶宵告诉他们，因为鬼君曹并非恶灵，应该说是祈愿，他的意念会传给地面咒阵范围内的所有人，体会战士所承受的伤痛、饥饿、疲劳、困倦，以及遇到什么痛苦都死不了的不死之身的感受。这就是他的灵现象。而从这痛苦的囚禁中逃出来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对方。但要消灭他，就必须得先突破鬼君曹的手背。叶宵将手机留在了原地，让勇子接视频电话，这样三人就能站在远处观察战况了。之所以要逃，是因为衰弱的七岛会在鬼君曹拔出新武器时进行3阶段式的强化并拓展咒阵范围。要是他们被波及了，到了第3波，所有人都会连呼吸所用的肌肉都动不了，又求死不得，弄不好会以100年为单位持续的活在痛苦之中。杀人鬼哪能忍，自己好不容易练出了一身腱子肉，你给我说弄没就弄没了。他像弹簧似的弹向了鬼君曹，一刀劈在他的胸口，刚露出胜利的自救笑容，就发现对方的身体复原了。就这种程度根本伤不了鬼君曹，他决定让自己再弱一个阶段，试试看杀人鬼的实力如何。杀人鬼捡起旁边的士兵就是一口，再次充实了自己的肌肉，用手臂将鬼君曹给牢牢缠住，几斧子将他劈成了碎块，美美的饱餐了一顿。下一秒笑容就凝固在他脸上，因为他的肚子在不断撑大，鬼君曹从他体内直接重生了。他从兜里摸出个手榴弹，拉开插销之后进入了第3阶段。银朵狼这辈子没跑这么快过，生怕被诅咒波及，但他还是晚了一步，因为双脚留在了范围内，所以现在的他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了。躺在地上的食人鬼耳边传来了士兵们的惨叫声，
那股怨念化作一道漆黑的魅影，一口咬在他的脖子上。他们需要水，所以直接将食人鬼的血液给全都榨干了。其他士兵仍像蚂蟥一样爬到他身边，啃食着他的血肉。杀人鬼麻了，现在只想死。鬼君曹便将手榴弹塞到他嘴里，打算一块死。一阵蘑菇云之后，杀人鬼烟消云散了。鬼君曹在原地毫发无伤，回到了柴犬体内。叶宵回到现场，再次给食人鬼2个选项，是被吃掉还是得救。银多郎问他，真打算把这疯子给抓走吗？叶宵告诉他，自己说过的，不论善恶，只要对自己有用，他就一定要抓。食人鬼想跟他一起，肯定还能杀更多人，便同意了。刚钻进玩偶，体内就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叶宵告诉他，附着的物体上的灵会跟该物体状态同化，所以这个小猴子身上被打满了钉子，这就是为他体验到那些被他虐杀人的痛苦。食人鬼不服，想钻出来继续大开杀戒。叶宵直接看他脑门上摁了个钉，让他别再向东向西了，好好当个替身，发挥他那无所谓的顽强就行了。银多郎再次对叶宵钦佩不已，不仅封印了他的凶行，还在他背负了一身痛苦的情况下抓到了他，真不愧是幼女战神。但这还不够，叶宵转身又进了隧道里，10分钟后才走出来。他将隧道里被杀害的人的灵魂都放进了纸人里，顺便做了个分类，一边是纯粹的被害人，一边是带头作乱的恶灵。他又是如何分辨的呢？隧道里的鬼全都受到了鬼君曹的影响。他蹲下来问他们需不需要把他们带到别处去。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就是善良灵。而催促他带着自己去吞噬别人恢复身体且不感到排斥的家伙就是恶灵。他又让受害者们指认带他们来这里的始作俑者是谁。就这样分好了，要将他们带回到自己的房间作为养料。回到车上以后，他们再次遇到了灵异现象。勇子还没有触碰引擎，汽车就已经发动了。如他所料，小安还藏在他的身体里。看到他们得救过后，非常的嫉妒，想直接让他们一起死在这里。叶宵一把盐撒上去，发现对方没有被弱化，看来他已经附身在勇子身上。既然如此，那就别想顺利成佛了。刚准备动手，勇子阻拦了他。虽然他和小安认识的时间不长，但他还是觉得他们成为了朋友。于是叶宵便将他放到了被禁锢的纸人中，让勇子自己来选择如何处置他。之后他们前往了神社，将纯粹的受害者们的灵放到了附近的寺庙里供养。接着他们就回家休息，准备第二天将咒物藏到勇子准备好的地方。这一晚大家睡得都很好，唯独勇子陷入了纠结。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喜欢恐怖的，但在昨晚经历那样的事之后，他才发现之前的自己有点太过于乐观了，小看了恐怖的存在。他很想再跟两人一起行动，但是一想到昨晚的经历就会止不住的颤抖，不知道自己该做出怎样的抉择，决定去散个步。叶宵拉住了他，想跟他一起去。他看出了勇子这次被吓得不轻，告诉他要是真害怕就别勉强自己了，家人平安比什么都重要。勇子沉思片刻以后告诉他，他想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所以想去一个地方。路上他收到了银多郎发来的信息，看到对方温柔地问候自己是否还好的消息，勇子加快脚程往平城手冢的方向走去。这里是祭祀日本3大怨灵之一的平将门关东守区域指的灵异地点。平安时代中期，平将门家族内的纷争为契机，独立于朝廷外统一了关东地区，自称新皇与天皇对抗，因此成为朝政，并在2个月后遭到讨伐。他的首级被运到了京都公开示众。最后平将门的灵魂成为了愤恨和憎恨交加的怨灵。为了东山再起，他的首级被往东飞，取回了身体，这里就是脑袋坠落的地方。因为他是名将，所以这里作为祈求胜利的能量景点非常有名，但有谣言传说这里会招致祸虫上身，这些都是有记载的。某年他们曾计划对手冢进行拆除工程，结果工程相关人员却陆续遭遇了意外死亡，因此计划喊停，还专门在这里圈出了一块地给他做祭祀地点。勇子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他们在中学的户外教学时曾过来参观过。那时候他身边的银多郎说自己头很疼，所以即便是没有灵能力，他也明白这里绝对超恐怖，当下决定不要靠近这里。因此如果自己在探索途中就因为害怕而停止脚步的话，他打算放弃灵异地点探索。结果他不仅没有停下脚步，心跳反而随之加速。好奇心以及对未知的探究心驱使着他尝试去获取这份刺激，因此他再次确认了这就是他的本性。以后他也愿意和两人一起去探索灵异地点。叶宵告诉他，大概是因为血缘的原因，自己和勇子也会因为超乎寻常的恐怖而心跳加速。
叶宵感受那份毛骨悚然。不过话要说回来，这地方真的危险吗？答案是肯定的。叶宵手中的玩偶一直恐惧到颤抖，但就算是鬼也抵不过岁月的洗礼，现在肯定没有全盛期那么强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叶宵真想看看那时候的他。勇子跟上叶宵的脚步，问了他一个问题：替身的强韧度是看娃娃的韧度还是灵的强度呢？叶宵认真回答：当然是灵的强度。不过他们可以借由破坏或修复娃娃来伤害或治愈灵体，当然也有例外。这一点启发了勇子，如果用破碎后自动复原的素材来制作替身的话，那就能不管灵的强弱，做出半永久的替身了。不愧是被实验室看上的苗头，他很快就加入到了制作中。第一个考虑的是果冻粘土，为了实验这个假说，他将喜欢的纸人放到了里面。今后他们要去探索更多的地方，所以绝对不会让他这样消失的，毕竟他们可是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的。说回到藏匿作物的地方，勇子决定直接买间房。当然，全新的房子他们肯定也没法花大钱钱去买，所以他们打算在二手市场淘一间100万就能买到的旧房子。100万当然不是个小数目，不过勇子毕竟有着聪明的头脑，之前炒股赚了不少钱，只要买了这栋房，他们就能将周物和毕业生放在里面了，还能方便对毕业生进行管理和回收。好一个魔窟2号，说干就干，立马找到一间相当符合标准的凶宅，凶到这个房东老大爷都不想带他们进去逛。说是以前租着的房子的父母在杀了很多人后便跟着一起自杀了。据说有个女警为了调查案件而进到屋内，什么都没做却怀了孕，10天后生了个头，一场巨大的婴儿，而且还是用撑破肚皮的方式出生的，因此女警和婴儿当场就死亡了。因此周围的居民们都说是杀人的受害者为了投胎下了怀孕的诅咒，所以这间房子被称为受胎告知之家，也没人愿意买。看他那一副雄赳赳气昂昂准备往房间里走的样子，房东直接骑着自己的鬼火就跑开了。接着凶宅的门自己缓缓打开，像是邀请他们进入似的。叶宵看到一只浮游灵被一对妇女的灵带着进入了内部，看来里面应该是个灵场，也就是容易聚集灵体的地方。女儿的灵朝他们招手，叶宵跟着进入内部以后，发现门开没人，在餐桌上却放了4杯水。勇子作为普通人差点被蛊惑着喝了下去，幸好叶宵拦住了他。没想到这给他女儿气坏了，整个人都变形了。而喝下水的浮游灵则是被父亲拖到了深处的房间，看来是他们在水里下了毒，重复着生前做过的恶行。紧随而来的是房间里密布的脚步声。往里拐，他们在一间他在米房间内部发现了一座水井，看来就是他们将人抛尸在这个地方，用汽油活生生烧死。就算是没有灵能力的勇子，也看到一张大脸从天花板钻出来，吃掉了那个被烧死的浮游灵。继续等下去，他们肯定也会被吃掉。叶宵提议直接上去把他给抓住消灭掉。不过叶宵有个问题，为什么喝毒水的计划失败后，他们就不主动攻击了？打开正对楼上的房门，发现地板破了一个大洞，一座灵的祭坛摆放在这里。紧接着刚才的大头鬼婴也钻了出来，女儿将他称为天使大人。勇子就想知道这他喵的到底哪儿像天使了。往下跑的时候，他们在厨房里听到了人类的声音，来源于那对妇女生前的记忆，和变成鬼的他们完全不一样，看起来是非常善良的人。因为父亲不小心推了母亲一下，导致母亲意外去世。那之后他们遭到了周围居民的讨伐，称呼他们为杀人犯之家。某天2个神秘人来到了他们家，告诉他们只要做这个仪式，天使大人就会将他们救赎。父亲起初是拒绝的，但最后因为神经脆弱，还是被女儿给说动了。2个人在浴室里干了一些违背人伦的行为，交媾后将诞下的子嗣杀害，就是为了让那个所谓的天使降临到他们的身边，从而得到救赎。听信谣言的女儿估计是用人类为材料做出了那样的咒物，不过食物大概已经被警察给带走了，只留下了残留的意念，最终的房子里才发生那样的血案。从事件的流程推断下来，那具用作天使大人母体的人骨现在头盖骨处有损伤，原材料应该是死去的母亲。不过既然天使大人已经出现，那对妇女的目的应该已经达到了，为何还在不断的对浮游灵做出生前的杀人行为呢？那个女孩一直在说还有最后一步，到底是什么呢？他们一刻不停地朝门外跑去，却没想到被对方给包抄了。天使大人伸出手想钻进勇子的肚子里，幸好叶宵反应及时，把那孩子丢出来了。叶宵叹了口气，他本来还想把这个鬼婴当作保全屋子的保障的。勇子想去车上冷静一下，没想到鬼婴还没死，直接将勇子给拖了出去，将叶宵给反锁在了车上。等叶宵跑下来时，鬼婴已经钻进勇子的体内，在他肚子上挪动。女孩打开门，笑得一脸阴森。这就是最后一步，名为怀孕的诅咒。叶宵终于想明白他为什么不再害2人了，
就是为了拿他们当作母体。在天使以真正的肉身的形态诞生在这个世界之前，都不算仪式完成。破解诅咒的方法就是让诅咒的源头被吃掉，但刚刚的孩子明明吞噬了天使，对方却毫发无伤。叶宵猛然想起刚才的祭坛里有3个婴儿的木乃伊，也就是说还有2个天使大人，要是不把他们都杀掉的话，勇子肯定会死在这里的。英多郎躺了一天，感觉自己的身体终于恢复了不少，刚在镜子前秀了把肌肉，就把2个小妹妹给嘲讽了。他们将勇子打来的视频电话递给了英多郎，勇子看了一眼，提议周末咱们还是去健身房撸铁吧。为此他们定下目标，要是他把身体练到能将勇子公主抱的话就好。叶宵是第一次听说英多郎居然有2个妹妹，勇子告诉他甚至还有个弟弟呢，下次再介绍给他看。和英多郎打完电话之后，他的心情也平静了不少。接下来他们就要开始做仪式取出鬼婴了，期间他肯定会做出反抗，对勇子造成伤害。勇子已经立下了誓言，在被他公主抱之前自己绝对不会死。好在这一发攻击下来，勇子并没有遭到攻击，也就是说天使大人还没有形成肉体，让玩偶抵消了伤害。那叶宵也不必担心在体内留下异物的后遗症了，疯狂地对他进行了攻击，还警告他等他死后自己要对他鞭尸，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不想死就自己滚出来。他刚一出来就被那孩子一把捏爆了，但这还不算完全清除，仍有残留。咒虽然是源于恶灵，但却是一个独立的能量体，由于恶灵还是会给予诅咒供给能量的关系，所以若源头的恶灵被吞噬，就能斩断力量的源头，进而解开诅咒。也就是说必须要将3个天使都杀死才行，现在还剩最后一个了。叶宵告诉勇子一定要小心，但总归还是防不胜防。女孩的灵抓住了勇子的脚踝，他没来得及反应，那个天使就已经钻到他的体内，让他暴肚产生了极强的痛苦。叶宵赶紧把他叫醒，勇子总之的身体不适，想出去，结果还没走到门口就被传送丢到了那口水井里。叶宵一通电话让鬼婴发现了藏身在井底的他，就在鬼婴使劲往井底咕扭的时候，叶宵已经赶来，将鬼婴一脚踹飞，勇子也顺利被救了上去。他们打算趁着鬼婴被削弱乘胜追击，近乎疯癫的女儿催促父亲这个导致不幸的源头，去将鬼婴吃掉，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鬼婴的目标就是他。父亲眼睁睁看着女儿被吞吃掉，他祈求对方一时不要继续下去了，因为毫无意义。他知道自己错了，没有在这条路上好好的引导女儿，才导致那之后一系列惨案。他希望自己也死在妻子身边，但他没想到这家伙是个饕餮，直接将叶宵他们也给吞下去了。而这将是鬼婴做出最错误的决定。那孩子直接从他体内钻出来，把他当做美食大快朵颐了起来。按理说3个天使都被杀死了，诅咒应该已经结束，但勇子的肚子还没有恢复原状，这说明能量源还没有被切断。勇子发现墙壁的下方颜色不一样，看来计划这一切的人都是有头脑的，知道来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有灵能力，能看见的人只会看见祭坛，从而挡住后面那一块，但在普通人看来，那不过是一个修不过的墙壁而已。一锤的锤开以后，他们在里面发现了新的咒物，应该是那个母亲的人骨。一锤的下去，勇子的身体终于恢复了原样。那边的父亲呼唤叶宵，希望他能将自己给解决掉。那之前叶宵问清楚了，他杀了17个人，自然不会这么轻易的让他成佛，而是要让他继续待在这里，偿还自己的罪孽。所以父亲想起了最绝望时的状况，会不断的重现死亡瞬间吊死在门口，这样也正好能赶走好事来这里探险的人类。就这样，他们顺利买下了这栋事故舰，毕业生之间顺利到手。与此同时，都内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列车出轨事件，艾也不幸被波及，其中造成一切的源头正是空王。神明在发觉到空王的存在以后，便跟他博弈了一番，对方的实力不容小觑，他在伤害对方的同时还能杀掉自己的一个式神，看来是可用之才。他丢给了对方一块眼珠，让其恢复了原样。空王的弱点就是明明有强大的念动力就胡乱使用，神明告诉他要用就应该凝聚到极致，再使他的目的成型。他打算将对方招成麾下，然后为自己所用，殊不知他反倒成为了空王眼中的猎物。慢跑完回家的银多郎一开门就看到了来探望自己的叶宵和勇子，两人带了慰问品往他嘴里胡吃海塞，接着告诉了他白天发生的事儿。银多郎长叹一口气，这个世界终究还是疯了。晚上回去的路上，叶宵告诉勇子，下一步他们打算先过去 K 地区回收第3个毕业生。这次的毕业生拥有着绝世的美貌，能让人趋之若鹜，为这疯狂的邪恶花魁。他和鬼君草可不一样，不一定会乖乖听话。等到回收完成以后，
他们在前往危险等级 S 的救水门。说起来，勇子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妹妹，这2次挑战他们都去回收了毕业生。之前他有说过，神明要靠3个毕业生才能勉强打赢神明。当时他为什么不先回收毕业生，再去对付鬼子母神呢？夜宵告诉他，因为有些鬼怪会受到一些规则束缚，鬼子母神便是其中之一。时间来到了他们进行这番对话的2天后，这是空王第2次造访鬼子母神的所在地，恰巧他也得出了与夜宵所说的束缚相同的结论，并基于此结论进行了某项计划。上一次邂逅让空王觉得，对鬼子母神如此强烈的生命来说，自己这种会危害到周围英灵并且擅长地盘的危险因子肯定会加以排除掉。但这件事没有发生，就证明他无法对自己下手。于是他尝试着触碰了鬼子母神的逆鳞，同时也想测试依附在艾耶身上的神所说的话是真是假，便尝试着凝聚出了不定型的念动力。其结果便是鬼子母神的头被拔掉，而他爆发性的强化了吸收。在鬼子母神决定对自己攻击的前一刻呼唤他一声母亲，这就是鬼子母神的束缚，他不能攻击孩子。所以那次对付鬼子母神，叶宵一个人完全绰绰有余，扭伤脚是遭受了英灵的攻击。所以他想鬼子母神来到自己的身边，只想保护自己不受到英灵的袭击，所以他才选择单枪匹马出动。要是大人去对付鬼子母神，怕是要用6名毕业生才行，因此最难对付的就是大量英灵。而这个问题已经被空王完美的解决了，他不仅排除了敌人，还强化了自己，并且更加熟练地增强了捕食能力的念动力，利用自身优势亵渎了神明。被空王控制行动的夜宵母亲一边哭泣，一边将鬼子母神给吃掉了。破晓时分，空王又一次得到了进化，毫不置信的主角团按照那天定好的计划前来回收毕业生。这周黄金假期的最后一天之后，他们很难有空安排时间在一起探险了，所以得抓紧这次机会。这里是位于日光东照宫流入江江护城的龙脉，所以这是一间会滞留灵芝能力的废弃 Love Hut。话虽如此，但这2个大学生外加一个3年级的小屁孩都没有去过 Love Hut， 害怕教育不好，但他们明显多虑了，因为夜宵根本不知道啥是 Love Hut。这里本是黑道所有的旅馆，黑帮高层绑架了几10个看上的女子，就他们在这里折磨致死，被害者被施打了毒品，最后因暴力和急性药物中毒而亡。这些女子最后成为了地府灵，每晚都在屋内徘徊寻找出口，但这也只是表面上的传闻。这旅馆还有一个奇异现象，在他看到这里的灵之后，发现他们虽然都在寻找出口，但所有灵在抵达外面之前就已经消失了。恐怕消失的地方就是丧失意识的地方，而消失的灵会被重置到原本待着的地方继续徘徊。所有被害者折磨的房间都不一样，但是想要逃离恐惧化为共同的执念，因此创造实际处并不存在的却让他们一心想要逃离的房间。这个地方被称作秘密的房间，他在那里藏了一个毕业生。一般来说这个地方是不容易进去的，但夜宵推测出了那里的进入条件。眼下最大的问题，就算抵达了秘密房间，只要开门就会回到旅馆入口。似乎是因为他把花魁放在那边，导致花魁看上的人才能够进入秘密空间，成为了模拟油锅的存在。因为花魁非常讨厌他，但换做银多郎说不定就有机会，因为他是男性，所以希望他能协助自己。他将进入房间的方法发送给2人，接着又将秘密武器也丢给了他们。见势不对，直接开刃。银多郎拿到了一记女鬼自认童子的飘带，勇子是没想到自己手上怎么拿着是鬼菌草，这多少有点烫手啊。万事俱备，进入旅馆，刚一进去，银多郎就已经被幻觉蛊惑了。旅馆的外面变成了护城河，银多郎一下就明白过来，眼下是江户时代的油锅，那肯定就是毕业生搞鬼。那么自己只要回收对方并加强封印，就能够强制结束掉这个灵异现象了。勇子他们发现银多郎不在后，赶紧用 GPS 定位，没想到这玩意竟然还能用。位置显示他在入口附近很快就开始移动了。夜宵决定一边追赶银多郎，一边往秘密房间移动。银多郎这边已经按照计划开始行动，先将203号的门换成413号的门之后打开。银多郎本以为这样做只是为了将幽灵给引导进去，没想到他竟然是被房间里的鬼给强制拖进去折磨的。房间内爬出了许许多多黑色的无法察觉到灵气的影子。银多郎让自己赶紧冷静下来，继续行动，不能乱了阵脚。接下来他要做的是关掉304号的房门。这时候头顶的黑色小人口水滴到了女鬼头上，烫得她尖叫了一声。看到这画面，银多郎不小心发出了一声尖叫，立刻吸引了那些幽灵的注意。银多郎拔腿就往413的方向跑。
他要将这里的房间号换为203，再将门打开。女鬼刚一进去，整个世界就变得一片漆黑。等再次亮起来时，楼道内全都是密密麻麻的眼睛。就在小黑鬼准备对他下手的时候，房间打开，他没有立刻追着女鬼跟了上去。越往后走，空气越沉重，银多郎都快呼吸不上来了。终于他来到了传说中的404秘密房间。刚爬上楼梯，那女鬼就忽然探出头来，一把抓住银多郎，将他给夺舍了。吓得银多郎抬手把他给丢了出去。女鬼还不死心，还想和他交换。银多郎一刻不停地冲进了404的房间。没想到接下来的画面更加恐怖，整个房间里全都是飞溅的血气，深处还有人的样子。他走进去以后，发现竟然是被控制的勇子。他立刻给他松了绑，勇子赶紧投怀送抱。银多郎麻了，这家伙一看就不是勇子，勇子才不会做这么出格的事呢。脖子上的割痕让银多郎心头一紧，滴下来的鲜血让他看清了水面的倒影。眼前的人并非勇子，而是那个花魁。银多郎差点就蛊惑着解除封印了。他大声地告诉眼前的花魁鬼，他的演技实在是太差了。被激怒的花魁大声地告诉他，老娘要捏爆你的蛋兔崽子，这个房间可不是可以随便进出的。他要把银多郎关在这里，等到一切燃烧殆尽，永远无法逃离。要是想逃出去，就赶紧将自己的绳子给解开。花魁组织了银多郎掏飘带，直接将其扑倒。溃烂的脸出现在他面前，眼球都融化，这种眼眶脱落，打算直接对银多郎来一番舌吻攻击。只挨了这么一下，银多郎的脸也开始溃烂起来。花魁又一次催促银多郎赶紧将绳索打开。银多郎假意妥协，用绳子将他封印。花魁的反应越激烈，银多郎越觉得自己做对了，只要他坚持把他封印，自己肯定就能够停止这些灵异现象。结果屋漏偏逢连夜雨，被烧毁的大门让刚才那个女鬼也走了进来。好在这时候叶宵他们已经赶到了现场，他一绳子将那女人给拖了出去。进入房间内部过后，他们仍然能听到银多郎的声音，但看不到他人。勇子被阻止的左手开始激烈的颤动，他知道银多郎肯定在这里。花魁这边再次发动了猛烈的攻势，继续诱惑银多郎，他不要再侮辱勇子了。勇子她不是那种随便的女生，一句话又踩了花魁的雷。勇子伸出手在虚空一握，竟然握住了银多郎的手，两个同样被诅咒的手在这一刻相互接触，在他的帮助下，终于将花魁给封印了。银多郎也弹回了现实，他感谢勇子的帮助，接着又告诉花魁，历史上说花魁是很优秀的人，他应该也是如此，不过自己的女朋友也很厉害哦。三人组打算直接趁着势头前往旧水门。银多郎问叶宵，就这样放着那些徘徊的灵不管真的好吗？万一他们又攻击了其他人呢？叶宵告诉他，那是因为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所以才遭受的攻击。自己以前进入秘密房间，看到了几个怨念特别强大的女鬼，他们咒杀了害死自己的黑道组织成员，并将其关进了衣柜内。等到他们把黑道杀光，大概就能成佛了。这就是因果报应。他想知道银多郎是做了什么才会被攻击。银多郎告诉他们，自己差点被夺舍了。叶宵赶紧问他是在什么时候碰面的，得到正确答案4月1日以后，他们松了口气，这说明他现在已经没有被夺舍了。确认彼此共同的记忆能否对得上，是检验是否被夺舍的标准之一，这样的事并不少见，所以他们必须得先获得预备知识，才能做好对策，以免遭到下一次夺舍。但事情的发展总是迅速的，现在被灵体夺舍之后的人也能读取他们的记忆，不论被问什么都能对答如流了。一路往北开，他们终于来到了旧水门。桥梁上站这位不速之客，勇子总觉得那人有点眼熟。银多郎想起来了，他是以前经常上灵异节目的灵能力者。一听这个，叶宵哥就不困了啊！灵能力者按谜约，10年前就到各个灵异地点进行灵视，或者是焚烧灵异照片之类的。近期则以灵异系网络视频为主，前阵子才在墓园帮状况诡异的计程车司机出灵，而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勇子一惊，那个地方不是接下来他们要预定去的 A 级灵异地点吗？不止这个，下一个也跟他们的计划重叠了。他去了旧 K 隧道，危险争夺依然是 S 级，但现在的他已经不是暗迷了，而是被灵夺舍之人。他还沉浸在自己的诡计得逞的兴奋之中，完全没有注意到脚边来了个小屁孩在扯车的披风。叶宵直接冲上去让他给自己露一手，扯得勇子赶紧把这个小不赖给拉下来。在抬头对视的一瞬间，银多郎就不寒而栗，眼前的人给了自己一种特别不祥的感觉。他告诉几人，要是明知道这里有多危险还要执意进入的话，那就跟着自己好了。他打算悄悄将几人骗到深处，再一并吞掉，接着再放置自己怀中的诅咒之物。但在看到叶宵画来的人偶上散发的强大灵力后，暂时放弃了这个想法。
勇子则是给大家讲起了关于这个水门的由来。1924年，因河川暴涨导致周围地区淹水，所以盖了这个水门调节水位。由于现在已经盖了新水门，延续性功能，这里便指定为东京选定历史建筑而留存了下来。这里因为美丽的景观而成为了居民们白天游玩的场所，但晚上不断有人遭遇灵异体验。昭和年代后，这里便有了灵异地点的传闻，在尸体最后所飘到的地点，看见残留着死者的亡灵，水上漂浮着黑色人影，看见水上浮着被分尸的人的手脚等等，还有人目击到女幽灵站在水门上方，附近还有人上吊自杀。银多郎挠头，有个问题，之前他们去 S 级场所时感受到巨大的压迫感，在这儿就一点都没感觉到呢。暗迷闻言反倒开口让他不要放松警惕，因为这里有很多弱小的灵。三人往前走的时候遇到一堆小学生，回家铃响以后，其他3个就离开了，唯独留下了在角落画画的孩子没有走。为了防止出现意外，银多郎走上前让那个小男孩赶紧回家，妈妈肯定已经准备好了饭菜。小男孩似乎不会说话，用绘本和他进行交流。原来他和父亲生活没有母亲，父亲某天带了一个新的母亲回来，让他们好好相处，但那个母亲却一直在家暴虐待他，将他关在阳台，还不准他吃饭。这么严重的事必须得通报儿童福利机构才行。银多郎决定问清楚。男孩从怀里掏出一个便当的肉丸子，让银多郎继续看他的画本读下去。那之后是他后妈带了一个男人回家，爸爸回来以后和那个男人起了争执，被杀掉了。那之后叔叔和妈妈将他的父亲给分尸，还将那一盒肉丸子拿给他，让他去扔掉。他本来想拿他旧水们丢掉，但肚子饿了，所以想吃的那个肉丸子。银多郎意识到不妙，这肉丸子是他爹做的呀。绘本的最后写着，男孩已经偷吃了丸子，但一点也不好吃。银多郎感觉到一股强烈的灵力在控制他的手继续翻页。男孩的后妈刺了叔叔一刀，他感到很害怕就逃走了，但还是在旧水门附近被找到了，所以男孩也被后妈给杀死了。银多郎真实的感觉到了这股痛觉。此时天已经黑了，男孩也不见了，因为男孩的事情已被他妈妈做成了肉丸子丢进了水门里。这时男孩终于知道自己吃的肉丸子是什么了。看到这里，忽然凭空出现了男孩的尖叫声。叶宵发觉这男孩聪明的嘞，他本来就是灵，利用刚才旁边水折射光线，让他们以物理的方式看到了自己的鬼魂，还能隐藏自身气息，实力非常强。绘本的最后写着，他的后妈不可原谅，要被吊死在水门上。难道这就是论坛上所说的那个女鬼吗？那女鬼又怎么甘心自己这样死掉呢？打算让银多郎代替自己，暗迷直接将对方给消灭了。但男孩的诅咒还没有结束，失去母亲这个执念之后，他将目标转换到了暗迷身上。暗迷准备将那颗肉丸子直接铲除，结果手却被切断了，接着又被拖行了数米，吊死在了水门上。原来这个小男孩就是这里最强的灵，他将所有人都当作自己的母亲吊死在水门上，做成了肉丸子。几人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暗迷在自己的面前被砍成了2半，刚死的肉丸子也变成了男孩的样子。银多郎麻了，看来是自己理解错了。这个男孩不是在寻求理解或同情，而是单纯的对所有来这里的人发泄恨意。现在他也打算对银多郎他们下手了。那个男孩手里的盒子里的新肉丸恐怕就是暗迷的肉。一想到刚才的场景，银多郎都要吐了。叶宵也让他们2个小心，这个少年恐怕是 S 级中数一数二的强，他的诅咒可以同时进行攻击与捕食，还能轻松的增强力量。少年的诅咒是只要将绘本内所画对象的身体涂抹掉，对应的部位就会消失，转换成同等数量的肉丸，接着他再吃掉肉丸，强化自身的能力。只要被画在了本子上，就能无视距离进行诅咒，无处可逃。现在他的绘本上已经画好了他们的肖像，因为有替身还能再撑一阵子，但是只要不处理掉那个绘本，就算是面对毕业生，他依然有压倒性的优势。他们要做的就是在替身用完前把绘本抢过来并破坏掉，再让毕业生去狂鞭小朋友。原本叶宵的计划非常简单，但少年已经伸手将他给拽开了。叶宵赶紧掏出了鬼子母神的手指，幻化出一把利刃，将这些触手尽数斩掉，但终究是双拳难敌4手。望和拇指全被对方给夺走，叶宵还被挂在了水门上。银多郎想要起身去救叶宵，却被紧紧地禁锢在原地，水位也开始上涨，看来是想淹死他。眼下只能靠勇子去捡回人偶帮助叶宵了。他让勇子赶紧去，接着再2个人一起回来救自己。作为现场唯一的成年女性，勇子很快变成了男孩的新目标。随着人偶被开膛破肚，少年并没有获得新的肉丸子，他施加了更强烈的诅咒。
幸运的是，勇子之前制作的修复人偶再次替他扛下了攻击，他顺利的救下了夜宵，接下来得回去救银多郎才行，结果却遭到了小男孩的算计。勇子被禁锢在了泥沟的浴室中，后妈和男小三的鬼魂困住了勇子，想用锯子割断他的脖子，锯子却穿过去，伤害全转移到内海的身上，他受不了了，一口将这对狗男女的头给咬掉了，身体恢复了一部分。勇子有了一个作战计划，他肯定会优先干扰他们救人，所以分头行动。夜宵不停地用刀剑去割断少年的触手，勇子则是趁他不备将绘本给打飞，被救下的银多郎抱着夜宵就往前跑。少年用浮游灵变出了一身铠甲，想要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拳头打在了被封印的花魁身上。这一下计划通，夜宵手上3个毕业生里，大法师的技巧性上不适合对付这家伙。鬼君草的能力虽然能够对付他，但会对女人和小孩放水，所以不行。因此部分男女老幼都会全力攻击的花魁最合适，但在他放出来的一瞬间可能会反过来对付夜宵他们，所以得先让他被少年攻击，对其产生敌意才行。现在看来计划应该已经成功了，绘本也掉进了水里没法用了，就决定是你了，鬼花魁。血液喷溅的一刹，天地大变，花街游行的队伍汇聚于此，百花缭乱之中，火花下出现的是破戳缭乱地切花魁。夜宵碰见对方是在1年前的跳蚤市场里，老板拿了一副老旧手持镜出来，说是持有者都会被老化，因为太过恐怖只卖了100元。在那之中，他看到了一个实力不强非常普通的女幽灵，因为这是事故物件，为了不让其他人受伤害，他就买来了，当做房间里的收藏。在经过了1个月后，他就进化了，房间内所有恶灵的魂魄都被他给吞噬了。正如他名字中地切的花语，他的恨意升华成了诅咒，如繁花盛开般的毕业生就此诞生。这小鸡的哪儿分得清好赖，满眼只有肉丸子，一掌下去划破了花魁的脸，还差点伤到了夜宵。花魁的皮变做了新的肉丸子，刚才真谓是千钧一发之际。不过也是这样让夜宵推断出少年幽灵的短处，虽然他有无法被鬼子母神都奈何不了的手臂，但手臂的攻击范围有限，只需要注意手臂就好了。恼怒不已的花魁释放了自己的胭脂蝶，蝴蝶盘踞在现场周围，夜宵提醒他千万不要去碰那些蝴蝶，因为蝴蝶在接触到物体的一瞬间就会释放诅咒，对其使用破灼，触碰到胭脂蝶的人，就算是幽灵也会被稀释生命并老化，来让花魁重获新生，巩固诅咒。稀释的生命越多，越会美丽，诅咒也会更强，而且种类还会更多，对手越强，花魁就会绽放得越加灿烂。在这个诅咒面前，男孩的坚硬便没有了任何意义。花魁的能量已经稀释到一定程度了，马上就要来了。第2层诅咒疫病，这个诅咒能够显现花魁生前所得的疾病，让被诅咒者深现出臃肿，并且出现头疼、发烧、呕吐等症状，完全无法思考。这些都源于花魁的过去，她有着天生的美貌，为了赚钱拯救贫困的家庭，贩卖了自己的美貌，成为了游女。能够拯救人命的美是她认同自己存在的证明。因为这个想法，即便她现在已经成为了幽灵，仍会追求极致的美貌，不断稀释他人的生命，且不会手下留情。不堪忍受痛苦的男孩将其他幽魂一并变作了肉丸，得到了阶段性的强化。他斩下了花魁的四肢，不断的强化。看到花魁仍在用胭脂蝶恢复自己的身体以后，他干脆几拳下去，将花魁的头锤成了肉泥。可惜这个孩子还是不够成熟，如果直接将花魁整体锤成肉泥的话，就已经结束了，但他偏偏只攻击了他的头。夜宵决定引出花魁的第3个诅咒，发动条件除了让他稀释到生命某种程度外，还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用于他原本附身的镜子，让他看到镜中自己丑陋的模样。这可真是富贵险中求了，毕竟超级危险。果不其然，花魁在看到的一瞬间就用愤怒的大火迎灭了整个湖边。银多郎也看到了花魁过去的记忆。那日老鸨送来一个新的花魁，让他作为前辈去引领对方。他是因为仰慕花魁才会来到这里的，于是花魁便送给了他一把手持镜，告诉他如果外表都让人瞧不起，可就完蛋了，要时常让自己维持最佳状态。后便非常开心地收下了这份礼物。事情的变故发生的那一天，伊藤大将军豪掷千金，想要替地切赎身。听到这条消息的后辈非常嫉妒，他动用手段在地切的酒壶里下了毒，让他害惨了当时想要替他赎身的伊藤。愤怒的伊藤根本不听地切的解释，将那赖以生存的脸揍得臃肿不堪。这之后，地切的身上紧接着起了很多水泡，他被迫回到了破旧的老宅里，每日熬着药，想要恢复以往貌美的容颜。
但病情却越来越严重，他已经赚不到1分钱了。而当初的始作俑者小红则故意跑到落魄的他面前炫耀，伊藤替自己赎了身，还将自己因为嫉妒他是头牌而下毒的事告诉了他。在他将那把手持镜转向地切的一瞬间，无数的不甘与诅咒化为了驱使他复仇的动力。那晚他溜进了楼内，将汽油泼了小红一身，活生生的将2人都烧死了。这就是第3个诅咒，以生命为柴薪，盛大的燃烧，将一切带进的怨念业火延上阁楼，一旦被封锁在其中，就再也无法逃脱了，只会在赤道牢笼中不断的受尽折磨。数以万计的炎之蝶朝着少年扑了过去，无论他做出什么都是无谓的挣扎。炎之蝶会吸取滞留者的魂魄，并以此化为燃料，将它给燃烧殆尽，而魂魄的能量耗尽前根本不会消失，因此只要被困住，不是能量耗尽成佛，就是在花魁被封印前不断品尝被无法灭尽之火灼烧的痛苦。男孩疯了似的伸长手臂，想要将更多的浮游灵拉过来吃掉，但只要进入炎之阁楼内，浮游灵就会着火，产生的烟雾也都化为了供给地切的养料，反倒是给敌人做了嫁妆。少年幽灵除了被完全稀释殆尽，已经没有退路了。现在他的攻击已经完全不起作用了，整个人在接触到地切的一瞬间就染上疾病，被烧伤甚至老化。能通过特殊手段恢复并得到强化的2个幽灵之间的对决，定然是拥有较多恢复手段的一方占上风。野火之中，伴随着幽灵的惨叫，地切翩翩起舞，这也是他们封锁地切的最佳时机。地切竟注意到了他们的行动，刚才的跳舞也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手段罢了。夜宵将东西交给银多郎，让他负责封印，自己来负责阻止花魁。为此需要用到千魂华严自认童子，将他召唤出来的一瞬间，连同整个重现之火阁楼都被包裹在了其中。在分灵的帮助下，围绕他们的炎之蝶全部都消失了，但他们还不能松懈，必须抓紧时间将花魁封印。火之阁楼无法移动，但蝴蝶却能不受限制地对他们进行持续攻击。夜宵注意到花魁在攻击他们时一直紧盯着这边，便让自认童子瞄准对方的双眼，果然一瞬间蝴蝶就失去了方向。在自认童子的帮助下，他们顺利地化解了这一危机。的确十分不甘心地告诉他们，总有一天自己会逃出来，然后将他们炸得一滴不剩，连同他们的子孙后代一并诅咒。狠话先等他放了，该封印还是被封印。追回礼，夜宵表示下次会带着酒好好的探望自认童子。不过事件还没有完结，小男孩身上的诅咒解开了，但能量还是被夺走了，无法动弹。现在的他已经不会再盲目的将所有人都看作后妈了，肚子饿让他非常难受，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小孩。夜宵表示自己能够喂饱他，但不能放任他无差别的诅咒他人。要是能够做到限制诅咒对象的话，自己就好好的养他，养到再也不会感到饥饿之时。小男孩答应后，钻进了狮子玩偶之中。夜宵也将他的绘本还给了他。这次依靠3人的合作才顺利的活了下来。这让夜宵意识到多人合作存活率较高之后，他也会带他们到处乱跑的，但相对的他也会保护他们。这时候他们注意到了一旁的包，这才想起来被杀掉的暗迷。夜宵瞪着小短腿就去乱翻包，结果看到了包里的咒物。他意识到有一个团体在刻意产生恶灵，按理来说被吃掉的部位会化作肉丸，但没变成肉丸的部位应该会留下来，但灭的灵魂却不见了，也没有成佛，这说明他已经被夺舍。他们串通好口供过后，便给警方打去了电话。作为证人，他们被叫到了警察厅。殊不知刚才那个鬼伸了个头，偷偷跟他们一起赶了过去。刚录完口供，一出门他们竟然又看到了暗迷，还以为出现了幻觉，但这并不是暗迷，而是暗迷的姐姐咪子。他合理怀疑几个人就是凶手，毕竟夜宵身上带着那么恐怖的玩意儿。见他指着自己的狮子玩偶，夜宵算是明白了，这个姐也能看到。咪子知道妹妹是被灵给杀害了，但真没想到这么个小鬼竟然能收服这么厉害的灵，挺中意他的直接挖墙脚，想让他入自己门下成为灵能力者。要知道进他门下大概10年就能打倒的灵，还附赠祖先传承下来的武器继承特点。夜宵倒是挺喜欢的，但对于他来说奖励还是太低了点，毕竟现在的他已经能打倒大部分的灵了。被婉拒的咪子相当难过。夜宵问咪子有没有被灵能力者夺舍的相关案例，咪子告诉他当然有，而且不在少数，他的妹妹估计也被夺舍了。他从兜里摸出2张照片，照片上能看到一种包裹在人外圈的能量场，这个能量场会因为个体感情而产生变化，但被夺舍后基本色调就会变，聪明的灵会找同系统色的人去夺舍，所以可便因为颜色没变而轻易下判断哦。
看不见的人也是务必以亲近的相处方式及行为差异来判断怪异之处，相当困难，不能大意。最近时常发生的灵能力者被夺舍的事件，多数都是因为没有天赋。他一直都觉得妹妹不愿意用心琢磨，想上电视就用歪门邪道，被盯上也是活该。他已经不会再流泪了，发誓要把跟这事有关的恶灵统统打入地狱，用他们流血的血来当自己的泪。他留下一张名片和叶宵交换了联系方式。等他们离开以后，负责这次案件的2名警员便回身准备去收拾证物。期间，他们聊到了关于警察署这间证物储藏室的传说。两人打开门一看，发现没有发生什么。正以为多心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铃铛声，转头才发现角落里站着一个小女孩，正在死死盯着他们。2位警员还以为是走错了路，结果一路跑了死胡同里。一转头才发现根本就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杀了许多人的倒吊鬼。刚才的小女孩也不过是被害人之一。察觉到同伴不对的另一名警察也追了上去。就这样一晚上，警署一个连的警员全都被诅咒了，相貌变得极其诡异，还不断念叨着把头还给自己。之后又过了几个小时，受害的警员全都过世了。经法医解剖，受害者脑部呈海绵状的空洞化，并且全身坏死外伤，只有为了写血书而自己制造的手指伤口，并没有任何嫌疑犯的指纹和衣服纤维。研判死因为原因不明的离奇死亡。警方决定将此不可解事件保密，不对外公开。时间回到午夜2点，案发后，夺舍案迷的鬼魂在团伙中名为陶乐斯的女孩带领下离开了警局。到了12点半，勇子和叶宵回到家，看到了电视上播报的新闻。叶宵看到了盘旋的铁道旁的空王和神明以及晕倒的爱伊，他们赶紧的视频通话将这事告诉了银多郎。如果神明的庇护还有效的话，爱伊应该会平安无事。但这起脱轨事件有太多令人在意的事了，叶宵决定去阿姨的老家京都看看状况。黄金周已经结束了，2个大学生倒是还好，能让好友帮忙签到。问题出在叶宵身上，他是小学生，没办法随便请假。对于叶宵来说，朋友比上学更重要，但他很快又转变了态度。勇子觉得大概是因为他在自家当养女，所以不能不把学校当一回事儿。银多郎思索了一下，就这样放任着不管也没有办法。他们决定周末的时候就出发。郁闷的叶宵在前往学校的路上思索着，有没有能让学校自主放假的方法。这时，一名少女忽然向他搭话，这名少女正是白发的陶乐斯。她一上来就告诉叶宵自己也能看到幽灵，接着主动询问他是否对学校的怪谈感兴趣。那晚的水门之战，附身在暗迷身上的灵全程都在观战，尤其让他觉得在意的就是那个打败灵体以后用玉体将其带走的1年级小女孩。再将一切都告诉了陶乐斯，再经由陶乐斯这口告知奥斯华德。正巧陶乐斯认识叶宵，不应该说是陶乐斯这具身体的主人之前认识叶宵，现在的他已经被幽灵给抓替身了。那之前陶乐斯非常害怕叶宵，因为他总是带着前所未见的危险的灵，若无其事地在四处走动，在他身后还背负着无数的恶灵。他决定接近叶宵，试探一下他的能力到底到哪种程度，有没有利用的价值。他问叶宵要不要作为友谊的一开始去寻找这所学校的灵。陶乐斯从兜里摸出了一把钥匙，表示有灵发生了异变，他们可以去探索一下。为此，叶宵事先在学校论坛上调查了一番，发现都是些胡说八道的消息。班委白鬼和其他个女同学过来提醒他，不要总是埋头玩手机，否则会变成边缘人。叶宵告诉他们自己在查资料，有没有听说过关于学校的怪谈或者是其他不可思议之类的消息。一说这个话题，班上最讨人厌的阿大凑过来说他真幼稚，居然还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妖魔鬼怪。2个人可谓是一触即发，差点打了一架，就为了证明哪个是最强的。陶乐斯这时候凑过来说，不如就确认一下校园怪谈是不是真的，想这个高比总打架好吧。大家也没有去拦他。听到他凑齐整队的小学生调查怪谈，叶宵总觉得心里有些不安。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陶乐斯便给众人讲起了关于这所学校的其他不可思议，基本上还是老经典，比如厕所里的花子君、眼睛会动的蒙娜丽莎，或者13层台阶。那之后比较特殊的就是会把人拉下水的泳池、打不开的门以及啜泣的老师幽灵等等。说着他们已经来到了女厕所门口。总之不论发生什么，叶宵都会保护好同学们的。左侧的隔间里，叶宵敲门3次呼唤了花子的名字，不过并没有得到回应。阿达嘴上说着这个世界果然没有幽灵，只有叶宵和陶乐斯能够看到有一个男鬼从最后一间飘悠悠地走了出去，而在门框角落的位置不知何时打上一个标记。之后他们去调查了剩余的都市传说，全程都没有高能，最后只剩下打不开的门和老师幽灵了。
叶宵在和陶乐斯对话的时候明确知道了，这家伙完全没有考虑过要保护其他同学的意思。最重要的是，抛开这些其他不可思议不说，他手上那把钥匙肯定是用来打开打不开的门。看来他很笃定门后面会发生某些事情。此时校园内的幽福林全都通过领导往目的地汇合，他们来到了打不开的房间前。陶乐斯问叶宵是否知道杀劫这个词，这是从中国小说《封神演义》中所衍生出的概念。即便是舍弃所有欲望的仙人，到最后还是无法克服欲望，那就是杀人冲动，也就是所谓的杀劫。这些行走在灵道上快要成佛的幽灵，看似没有留恋，实际还残留有一点杀劫。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可以改变灵道时期交叉的人就是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互相遇见的浮幽灵互不相让，吞噬彼此。所以在今天之前，他就已经动了手脚，将所有的浮幽灵引导到本就有抱怨怨恨的幽灵所在之处开始养蛊。叶宵意识到不妙，让同学们赶紧往原路逃跑，显然已经来不及了。门刚打开，一股黑色的怨气就冲了出来，将整个学校笼罩。所有的老师与同学都被波及到，直接晕倒在地。醒来时，大家已经没有在原本的位置上了。叶宵发现自己被拉到了这个灵所创造的幻境之中，看到了当初遭到霸凌那名教师，恶意向来是不单与杀意并行的。当这些霸凌已经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之后，面对他的是更加残酷的折磨。起初只是被欺负，到后面已经上升到被诬陷、偷拍、名誉遭到了折损，就连周围的邻居也开始看不起他，妻子也向他提出了离婚，要带着女儿离开。不甘折磨的他，最终拿了一把剪子，在这间教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临死前，他用鲜血的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诅咒：愿汝等恶魔之子亡于无尽苦海。啜泣教师的灵本已经弱到快要成佛了，陶乐斯却硬是增强他的杀意，让他越发癫狂。教室外有人影走过，是老师，他诡异的声音像是来自深渊一样。新一轮杀戮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他们将举行一场梦中的鬼抓人游戏，不知陷入同一场梦境中的他们能否逃过一劫呢？男厕所的门被打开，坐在造咒室的阿大捂着嘴不敢出声，整个人抖得跟个康师似的。眼看人影已经来到了造咒室门口，阿呆都快哭了。等人影消失以后，他才从里面走出来，却没想到着了对方的道。老师将自己分成了上下两半，用下半身制造的脚步声伪装自己已经离开，上半身牢牢地挂在门框上盯着阿大。随着被吹灭的蜡烛，阿大就这样被乌鸦给咬死了。被陶醉的阿大在现实世界里醒了过来，但刚才那一场梦给他带来的经历足以摧毁他内心的防线。与此同时，叶宵以极快的速度从教室上方的空窗翻了出去，让那孩子咬下了老师的头。他觉得老师有一点太大张旗鼓了，想杀掉自己需要更安静且迅速的行动才行。不过既然已经抓住他，只需要处理掉灵异现象，应该就会消失。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依然没有任何事发生。随着身后又一次传来老师的声音，叶宵明白了，只要人待在这个空间里，就算将他消灭掉，他也会再生。依据他刚才所说的话，老师的确是按照鬼抓人的规则抓住他，打算抓到以后再对他施以某种诅咒。白鬼在好不容易逃脱了怪人后，顺利地跑出了学校，但刚一踏出校门后，又从后门跑了回来。在进入新幻境的瞬间，就看到了那个怪人杀死阿大的瞬间。他一刻也不敢停，继续往前赶，说不定还能遇到其他同学。他决定先找到大家，再一起求助。这次他进入学校以后，他看到了叶宵和那个怪人，他试着给叶宵打电话，发现根本打不通，接着就看到那个怪人被吃掉了。他想，既然解决了，那不如直接呼唤叶宵。叶宵决定赶紧解决掉这个老师后，去和班长会合。但班长万万没想到，他已经被鬼给盯上了。对方利用叶宵的身份给他打来电话，约他在3楼的鞋柜前碰面。电话里他问了白鬼许多个问题，最后一个是你做过最恶劣的恶作剧是什么？白鬼告诉他翘掉补习班。电话那头就是不是这个。紧接着整个台阶便被鲜血给染红了，就连他的身后也忽然出现一个断头的乌鸦，血水将他给包围。电话那头的人说，他至今为止做过最恶劣的恶作剧是抱着好玩的心态污蔑别人，偷拍践踏了他人的尊严。班长这才知道电话那头肯定不是叶宵，但已经晚了，老师已经找到了他。白鬼尖叫一声，疯狂开始挣扎，结果碰掉了对方的蜡烛，老师立刻卡住了。他正欲摘下头套时，叶宵破窗而入，一棍子砸了下来。那孩子也出现一口将老师给吞噬了。劫后余生的感觉让白鬼特别想哭，他直接扑到了叶宵怀里，接着又将刚才发生的事全都告诉了叶宵。叶宵已经搞明白了，
按目前来看，这就是一场1对1的鬼抓人游戏，只要被抓到，人就会出局，但逃出学校会误入其他的鬼抓人游戏。话虽如此，既然是游戏，那肯定有逃生者胜利的条件才对。若以灵异现象为前提，那在老师记忆中看到的自杀地点应该会有线索。他们打算直接前往打不开的房间。奔跑途中，白鬼惊恐地发现老师的灵就在窗户外。他刚才的吹灭蜡烛也是反应迅速的用拴了绳的棒球棍将他给击打下去，再让那孩子补刀。之后一路上，他们都依靠那孩子的帮助往前推进。打开那间老师自杀的房门后，他们发现地上全都是密密麻麻脑袋被砍掉的乌鸦，其中还有白鬼他们的照片。白鬼觉得这太晦气了，走上前将自己的照片抽了出来，就直接从这里消失了。和刚才他所说的听到阿仔的消失方式不同，也就是说，来到这个房间取下自己照片就是抓鬼人胜利的条件。叶宵刚找到自己的照片准备取下来，天花板上滴下的蜡油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差点就因为大意死在这里了。那孩子将老师从天花板上拽了下来，结果让叶宵没想到的是，除了手上端着的蜡烛以外，老师嘴里还有一个蜡烛。他赶在对方吹灭之前就取下自己的照片逃了出去。醒来的两人看到了身边仍在昏迷的小戴和小双，看来他们仍正在梦境之中，而被鬼抓到的人则是会变成阿大那副样子。他们意识到这个打不开的房间里可能藏着些什么东西，门后是一个巨型的变异大脑，看上去萎缩的相当严重，估计是因为在梦中一直受到攻击。他让那孩子把玩意给吃了，剥开这层丑陋的外壳以后，中间才是那个倒霉的男教师。老师没有被吃掉，因为他是受人利用才会异变的。他在生前因为喜欢孩子才选择成为老师，现实的确挺残酷的，不过现在他已经可以安心的成佛了。老师成佛后，教学楼忽然开始剧烈的震动起来，还有刺耳的声音传来，也想让白鬼不要害怕。在吃到老师的灵之后，那孩子的力量得到了回归，鬼怪身上有类似的能量气场的波动，那是能量扩散或者消失的迹象。若是强度达到了毕业生的等级，波动就会消失并获得更加坚实的存在感。那孩子还有波动，乍看实力虽然不及毕业生，但压迫感已经足以之匹敌。等到继续取回他的记忆与力量，实在难以想象他会强到哪种程度。叶宵决定给他取一个新的名字，就称呼他为过渡期的玉灵好了。叶宵答应他，自己会继续为他提供战场，相应的他要协助自己，直到他完全取回自己的记忆与力量。回到玩偶之后，波动消失，救援队已经来到了现场。陶乐斯告诉他们是自己报的警。之后被抓到的和没有被抓到的学生都逐渐清醒了过来，尽管大家没有身体或者心灵受伤害，依然留下了看到乌鸦就会颤抖的心理创伤。所有人都被送到了医院检查。接着当地媒体便来进行了现场播报，由于鬼抓人的梦境而闹得登上了全国新闻，虽然没有造成实际伤害，但因此搞得小学不得不暂时停课，这对于叶宵来说可是大好事。现在他对于陶乐斯更加产生了怀疑，说曹操到。陶乐斯走过来告诉他，前段时间高铁脱轨事件你知道吧？造成那一切的元凶是他和自己的伙伴所养育出的黑色鬼怪，他们团队称呼这位黑色鬼怪是为生命意识带来崭新黎明的东西。现在想来，叶宵才发现自己不是不认识陶乐斯，而是因为他跟之前的颜色不同，所以他并不是那个叫陶乐斯的女孩，而是被夺舍了。叶宵忽然福至心灵地告诉对方，自己其实也被夺舍了。在被夺舍的状况下，对方与人类没有两样，若无端发起攻击就会犯法，所以他先打算假装是对方的同类讨好他。陶乐斯闻言便打算试探一下，问他是怎么知道的。没想到叶宵竟然说他的身体本来的主人变化差太多，难道叶宵不是通过颜色来分辨的吗？没错，叶宵就是想让他以为自己毫无知识，小看自己。他继续假装自己才被夺舍不久，所以想要伙伴。一听这个，陶乐斯可就不困了，牵着他的手激动地说自己会教授他许多的知识，还会向他介绍几个同组的伙伴。陶乐斯此时已经在心里埋下了种子，就算叶宵所说的话是假的，自己也可以在旁边进行监视，真的有事儿也不过是一群人围攻一个小孩罢了。两个人都在下一盘大棋，而叶宵已经决定了将那些夺舍者们虚伪的外表以及关于空王的事尽数扒下来，挖出他们的五脏六腑，将全部公之于众，然后再是将老师的灵魂被折磨已经伤害同学的事，他要让他们一一付出代价。陶乐斯身上的灵本身是被拘束于玩偶中的，在夺舍陶乐斯后便将他的灵关了进去，时常折磨对方。叶宵眯起手上的玩偶，说自己和他有相同的爱好。陶乐斯闻言大喜，这一笑更加确定了叶宵的猜想。这个时候勇子已经来到医院，要将他接回家了。听到勇子在对叶宵的名字，白鬼走过来希望勇子能帮自己，转告叶宵今天的事很感谢他。
勇子这才从这个孩子口中听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以及最后他对于这次惊险的遭遇有些流连忘返的话。就跟自己遇见了银多郎一样，这孩子遇见了夜宵，他很理解他的心情。他在恐惧中窥视到了只靠自己绝对无法体验的世界，就算其他人无法理解，自己也能理解他。他可以向他敞开心扉，一切都不要被常识给束缚了。他向这位和自己一样爱上恐惧的小女孩抛出了橄榄枝，留下了自己的电话。接到夜宵以后，回去的路上，他给咪子打了一个电话，将自己跟夺舍人见面的时候告诉了对方。对方有同伙，所以他需要咪子的帮助。今天那个夺舍的灵是个嘴巴太牢靠的家伙，虽然不知道他的能力到底有多大，但是在被夺舍成小孩后，脑袋大概也只剩小孩的思考能力了。不过他的同伙们肯定都非常聪明，且拥有权势和社会地位的人大有人在，他们肯定会锁定夜宵并接触他。他的家人肯定也早已经被盯上了。那之后他们会去一趟京都，这段时间他们会和住所相关的地点装上监视器，并在周五上装上发讯器，在会被偷走的前提下揪入入侵者和他们的藏匿地点，再利用这些信息进一步锁定犯人。他们这边拥有这种技术的可靠同伴，一旦他们得到了成员名单和潜伏地点，就会把资讯分享给咪子。他计划打造一个可信赖的灵能者团体，一起歼灭了那些家伙。咪子听到了他的句话以后忍不住大笑起来，真没想到这小鬼脑袋这么聪明，现在的他不可能再让相关人员出事了。问到地点以后，他打算派几个他们这边的年轻人去看看，说不定还会碰见妹妹的仇人呢。一切都包在他的身上，这一下算是真正的全面开战了。银多郎脑袋里徘徊不去的是关于爱姨出事的那条消息，他刚给对方发了个信息，他就一个电话打了过来。幸运的是爱姨并没有出事，他当时晕过去了，身上也只有擦伤。到现在他的精神上的愧疚远大于身体上的疲劳，知道那次事故是因自己而起，因为自己的原因害那么多人受伤，这件事让他非常非常自责。银多郎安慰他，他只是遇到痛苦的事想太多了。他们现在也在往医院这边走，准备去探望他，跟大家聊聊，心情应该会好很多。爱姨害怕自己的不幸体质又给他们带来伤害，银多郎让他放宽心，毕竟有夜宵在，大家也希望能看到他开怀大笑的样子。这是自己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和自己说这样的话。爱姨想要倾诉的心情已经到达了顶峰。银多郎本来想相当神奇地告诉他们自己混到了爱姨医院的住址，没想到夜宵带来的消息更加炸裂，槽点太多，以至于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还有就是勇子，你是为了防范入侵者所以装摄像头，可是未免装的也太多了吧。勇子告诉他，这都是无可奈何，绝对不是因为自己的私心。总之前往京都的条件已经足够了，为了先发制人，他们一定要进场战略再出发，去打倒神明。银多郎想起夜宵之前有打倒过神明的先例，被问他是怎么做到的。夜宵告诉他是利用诅咒叠加弱体化效果，再以数量优势压制对方。但爱姨身上的神明比想象中还要强，且除他本人的力量之外，好像还有恢复手段和最少12名部下。为了提高胜算，他想了个作战计划，并由此为基础继续完善整个计划。目前他的手上有7名毕业生，大法师、鬼君草、鬼花魁、自认童子，以及最早的 F 隧道的林地中海老头、鬼男孩阿修罗，以及在今天昏睡事件中得到过强化的过渡期灵娜孩子。过去曾有阴阳师围绕着英都展开结界，他们可以利用其历史和风土，将擅长弱体化的鬼君草和花魁留在身边，其他5个则放在京都屈指可数的灵异地点布下重置五芒星阵，进行弑逆桔梗计划。与结界完全相反，将其关进强制削弱力量的牢笼中，再让那2位施加衰弱地狱，让神衰弱之后再次回收所有灵，以数量优势将其击溃。银多良害怕那个邪祟症会波及到整个城市的居民，夜宵告诉他接下来才是重点，他们要做好准备，一共需要2个东西，刻有诅咒花枝的纸人，以及代表整个京都的替身，这需要到当地取下道路的一部分，像是土壤之类的都可以用以制作替身，并将覆盖的诅咒转移到替身身上。最重要的是这个纸人，纸人平常是拿人类当作替身，但这次相反，以纸人作为本体，让神明成为替身去承担伤害，但是非常凶险，必须要在神明的身上刻上象征这个纸人的部分。你说神明有反抗恢复的手段，没事，咱们有自认童子，他不仅能画上无法消除的伤痕，还能利用这条带子单方面进行打带跑战术。他们要将这2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发动覆盖整个京都的诅咒，再将效果转移至城市替身身上。替身和刻有花纹的纸人便能藉由重力进一步转移诅咒，如此一来，就能如同刚刚所说，对成为刻有花纹纸人人质牺牲的神明施以了浓缩覆盖全城的超大规模诅咒。
这样诅咒就只会对神明生效了。这个任务最关键的点就是他们需要放置在玩偶的某个区域，这5个区域都是有相当高规格都市传说的灵异地点，几个人都还没遇到神明就先记了，但相对的攻略成功会得到极高的报酬，除了可以安放毕业生，还能收服当地的鬼怪来补充战力。对待神明，他们千万不能松懈。虽然计划已经完善了，但叶宵还是想让两人仔细的想想，到底要不要去京都。毕竟这次的战斗是真的要赌上性命的，就算临阵逃脱也不奇怪，不如说这才是正常的。所以他希望他们都能好好的考虑自己的自身状况再做决定。如果愿意，明早就到自己家来集合。回到家以后，叶宵便敲响了永子的房间门。永子决定给他看自己上次所做的实验。他告诉叶宵，这个替身经过自己的改良，不论受到什么伤害都能物理性无限恢复。他本以为叶宵会对做出这样残忍行为的自己感到害怕，没想到叶宵却一本正经地说：“老姐，你都走火入魔到这种地步了。”这个方法他之前即使使用过，但在进行蛊毒的时候没有任何异议。不过在拿到鬼怪之后，就能马上做出这种东西，这才华连自己都想收他为助手了。作为奖励，叶宵打算帮他修复纸人。在那之前，永子还有一个真正想给他看的东西。关于他们是否要一起去京都这件事儿，他思考了许久以后已经做出了答案，所以早就用 3D 打印机量产了无限修复人物小型改良版。如果只是需要替身，你就不需要将灵放进去，也不需要长期的保存材料，只要用水就好了，粘度降低反而能缩短修复时间。有了这么多替身，生存率也能大幅提升。没想到姐姐疯癫的程度已经超乎了叶宵的想象，不过他已经感受到了对方强烈的想要和自己一同战斗的意志。永子非常聪明，他想之前叶宵为了解开他们身上的诅咒，就挑战了鬼子母神，也就是说这个诅咒是神明等级的。既然如此，他得好好的见识到神明等级的力量。和这边不同，银多郎那边还有些犹豫，毕竟不管怎么看，他到目前为止能够活下来全靠运气好。但比起这个，他更希望同伴们能够好好的笑着活下来，所以他的答案其实早就已经确定了。当晚一想到同伴要来探望自己，艾依就激动的不行，但一沾到枕头他还是秒睡。梦中他来到教堂，穿着一身白色的婚服，本该是温馨的场景，他却在梦中见到了早已过世的阿姨。紧接着阿姨像人偶一样碎掉了，回过神，他发现自己出现在破旧的医院里，远处传来了诡异的脚步声，那个声音是阿姨的声音，但眼前的人完全像是一个在孕育灾祸的母神一样，浑身是血的，被浸过在裙下，更是密密麻麻窥视了这边的眼珠。他被迫换上了白色的婚服，下意识的想要大声让银多郎救自己，但一瞬间却忘记了自己要叫谁的名字。他的思维已经被同化了，一瞬间甚至忘记了自己因何而哭泣。密密麻麻的怨灵盘踞在他的手中，大声的让他救自己。艾姨的意识逐渐开始模糊，他总觉得自己好像变成其他东西了。下一秒，阿姨的头就被一只巨大的手给捏爆，出现在那儿的正是自己的脸。神明的婚礼就要开始了。艾姨从痛苦之中醒来，她很庆幸自己的脸还在。不，刚才那一幕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第二天一大早，银多郎就已经在门口等待他们了。他想之后他们还要和艾姨见面，虽然一见面就会被杀，不如趁有机会打倒神明的时候尽快与之战斗。所以为了安抚心灵，他把至今从奶奶那边拿到的神主印护身符全都拿来了。除此之外，他还想到一个好东西，一个铁篮子制作的毕业生释放装置，他们只需要调整通讯设备就能远端释放和封印毕业生了，回收也会很方便。这一步由很会操纵电子机器的永子负责。安置完这个点以后，他们来到了遗迹，去实现之前和自认童子许下的承诺，送上了订好的米酒。那之后还有一场大战，自认童子希望到时候他们能多带些其他朋友和别的口味的米酒来。这次自认童子的本体也回到了玩偶内，他们来到了毕业生之家。那半截着物的右手放置在这里安装上了发信器，左手则是带到了京都去。牛子问他两手有什么差别吗？叶宵告诉他，拿到暗迷留下的手之后，夺舍者一派就马上来接触他了。也就是说，夺舍的鬼和他们之间有联系，消息是共通的，那他们肯定会来回收这只本就属于他们的右手。但相对的，他们似乎并不知道左手在大家这里，这样一来就能够获得他们的情报了。和叶宵料想的不差，他们的确打算从他的手中将那只右手给夺回来。南宫房老头子觉得不知道对手的底牌，最好不要轻举妄动，于是他们将目标转移到了神明身上，打算去一趟京都。临走前，南宫房提醒他们别和那个神明有所牵扯。摄像头装备完毕，针对夺舍者的对策也已经万全，事前准备也完成了。接下来他们将展开他们的京都之旅。
在前往京都的途中，他们会遇到发生脱轨事件的地点，那里说不定还残留着带有带走夜宵母亲空亡的痕迹。没神的夜宵并没有提出要去看，而是决定在救完爱姨过后再绕过去。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3年级的小朋友在过世的父母和朋友之间优先选择了活着的朋友。小脑瓜倒是挺活络的呢。一场空前绝后的弑神之战就此展开。那之后他们还会面临最大的敌人空亡，途中遇到夺舍者一伙，不知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呢？让我们敬请期待《黑暗机会》第2季。